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先锋君，今天给大家带来海贼王最早时期的 TV 特别版《海渡奇的冒险》。一群海盗来到神山，据说这里藏着秘宝，他们打破了神山中神庙的门。为首的这个男人是他们的首领海盗头子，他率先冲向神庙，结果刚刚踏上台阶就被身后的小弟们暗算了，无数把刀子捅入他的后背。这个海盗头子最终都没能回头看一眼暗算他人的长相，就死掉了。这是一个懒懒散散的天气，路飞百无聊赖的在甲板上用刷子钓鱼，索隆日常打瞌睡，山治静静的在船舷抽烟，乌索普又在叮叮当当的搞一些小发明小创作。娜美呢，他的日常消遣就是骂路飞了。突然路飞手里的绳子被什么东西扯住了，路飞十分兴奋，看来用刷子也是能钓到鱼的，而且还是大鱼。他奋力的回收绳子，梅利号顺着绳子的方向被扯了过去，扯了不知道多久，梅利号穿过一片迷雾，咣的一声巨响撞到了一块礁石上，礁石上面有一个宝箱，路飞啃了几口发现不好吃，随手扔到海里，气得娜美大骂，然后跳入海中将宝箱捞了起来。不知道这里面会藏着什么宝贝，娜美激动地砸开了宝箱的锁头，发现里面居然是一个人类的头骨。跳到海渡旗上吧，那里沉睡着能实现你梦想的秘宝。在这个头骨后面写着这样的话。这时候娜美发现海流正在运动，梅利号的正后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海底深坑，海水向里面流淌着。难道这就是海渡旗？虽然看起来里面似乎黑洞洞的很危险，但是里面可是藏着秘宝呢。娜美决定和乌索普、山治下到海渡旗去看看。他们挤进了一个木桶里，路飞帮忙放绳子，将三人慢慢放到海渡旗里。然而路飞这个憨皮日常生活中也没有靠谱过几次，他一边用脚趾头放绳子，一边发着牢骚。突然看见天空中有东西飘过，他抬头一看，看到好多带着小降落伞的瓶子在天空飘着。路飞扯下来一个，以为是饮料，打开喝了一口，但是并没有水流出来。路飞仔细一看，原来里面卷着一张纸。路飞伸手指头进去掏那个信，结果不妙的是，手指头居然卡在瓶子口，拔不出来了。路飞急了，结果摇绳子的脚趾头没有控制住，速度越来越快。乌索普等人直接是坠落进了海渡旗，重重的摔落在里面一个洞穴一样的地方。娜美等人从木桶的窗子望出去，发现这个洞穴里到处都是海盗船的残骸，看起来这些海盗船也是来此地寻找宝藏的，结果坠落在这里出不去了。乌索普打开木桶底部的舱门，大家爬出来后发现了一只会说话的蝙蝠，他声称自己是这里的向导。乌索普他们想问问蝙蝠一些关于海渡旗的事情，突然间一声声巨响，一个巨大身影出现在洞穴的迷雾中。几个人仔细一看，迷雾中慢慢出现的是一个长着头发和胡子的绿色巨大章鱼。乌索普和娜美吓得赶紧钻回木桶里，乌索普紧急联系路飞将他们拉回去，但是路飞此时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手指头上的玻璃瓶里，无心理会下面的情况。索隆这时候终于睡醒了，看到路飞遇到了困难，提起一把斧子砍向玻璃瓶。路飞吓得忙抽出了手指头，玻璃瓶坏掉了。路飞拿出里面卷起来的信，这似乎是一个求救信之类的东西。路飞是靠不住了，只能靠自己了。乌索普三人想跑，但是木桶还连着绳子呢，根本跑不掉。山治勇猛地站了出来，竟敢让娜美小姐流泪，山治骑士怎么能放过这种家伙？他一击正踢中巨型章鱼的头部，章鱼挣扎了一下不动了。山治洋洋得意，准备将章鱼做成鱼排，突然一只触手袭来，将山治捆了个结实。巨型章鱼并没有死，他的大触手蠕动着，将木桶也抓了起来。章鱼的巨力拉动梅利号，梅利号吃不住劲儿，被章鱼拖进了海渡旗里。索隆反应快速，让路飞弃船，路飞一把抓住了不远处的一块礁石，结果自己一碰到海水就没了力气。索隆抓着路飞拼命地往前滑。有趣的是，梅利号从海渡旗坠落下去，直接砸到了巨型章鱼的脑袋，将巨型章鱼砸死了，而路飞和索隆却不知所踪了。危险似乎暂时解除了，娜美和乌索普准备向向导蝙蝠往洞穴深处去探险。山治由于被巨型章鱼的巨力抓得受了伤，无法前行，只好留下来先休息。这是一个平凡的小镇，曾经这里也十分繁华热闹，然而因为一群海盗的侵袭，一切都改变了。这群海盗将整个小镇搅得乌烟瘴气，烧杀掠夺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通过小镇去往神山寻找秘宝。
触动了山里的山神，山神释放出了巨型怪兽，怪兽们涌入小镇，将小镇破坏的一片狼藉。这个小孩名叫哈姆，天空中那些带着小降落伞的瓶子就是他丢出去的。他希望有人能够看到求救信，到这里拯救村庄，赶走那些怪兽。他的母亲原本是镇上的首领，海贼们去往神山后，哈姆的母亲想阻止海贼，一个人去了神山，结果再也没有回来。哈姆想要募集伙伴报仇，所以才丢出去那么多的瓶子。这个蓝发妹妹是哈姆的一个朋友，一直在照顾他。他很不理解哈姆的做法，就算有人看到了求救信，也不会来救他们的，而且这样子还容易被那些怪兽发现。这时候房间的铃铛响了，连接铃铛的绳子被人拉扯，说明有人来访。不过铃铛的声音引起了怪兽的注意，一只怪兽正向这边赶来。哈姆和蓝发妹妹打开房间下面的小门，看到两个奇怪的家伙，其中一个戴草帽的家伙似乎晕了过去，另一个是绿头发的人，就是他在拉扯绳子。蓝发妹妹和哈姆将索隆和路飞带到家里，这时候怪兽巨型龙虾出现在了小屋的上方，一钳子将小屋给凿破了。四个人反应比较快，从小屋里逃了出来。蓝发妹妹和哈姆吓得够呛，索隆却不慌不忙，他随手捞起一支钢剑，抵住了巨型龙虾的大钳子，手臂用力一挥，龙虾就被弹开了。接着索隆瞄准龙虾的头部，将钢剑掷了过去，龙虾哀嚎一声死掉了。蓝发妹妹和哈姆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饭，哈姆抱着很大的希望，眼前这两人一定是看了求救信之后来救他们的。路飞却对信的内容一脸懵逼，我看不懂啊。然而在听说路飞他们是海贼之后，哈姆哭着愤怒地离开了房间。蓝发妹妹生气地请路飞他们离开这里。不止哈姆和蓝发妹妹，实际上镇上所有的人都十分憎恨海贼，就是因为海贼，小镇才变成这个样子。索隆不慌不忙地说，既然你们救了我们，就算是海贼也会报恩的，说说你们遇到什么困难了吧。蓝发妹妹将镇上的事情讲了出来。虽然索隆和路飞是海贼，但是他们看起来挺强的。蓝发妹妹希望二人能够拯救镇子，于是索隆和路飞准备进到神山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结果刚到山脚下的入口处，就被另一只巨型龙虾袭击了。索隆让路飞先走，自己留下来解决掉龙虾。只可惜色厨子不在，不然就当场给龙虾蒜蓉了。索隆随手捡起几把锈掉的剑冲上去，但是这些剑实在是太脆了，稍微一用力就会碎成渣渣。不过对于索隆来说，对付这种怪兽，就算是用垃圾刀剑也是轻而易举的。可是他虽然占了上风，这个大龙虾却怎么也砍不死。路飞放心的将大龙虾就交给索隆，自己向神山飞奔。后面的哈姆看到后，也紧随路飞奔向了神山。另一边，向导蝙蝠一边发出瘆人的笑声，一边引导娜美和乌索普登上了神山。到了山上，二人看到有许多的洞，他们找到一个走了进去，发现地上有一个迷宫一样的地图。难道这就是神山的地图？这也太复杂了吧。这时候洞里传来巨响，一只巨型海胆飞奔而来，乌索普吓得不行，情急之下拉着娜美就往洞里跑。巨型海胆也追了进去，二人前脚刚刚跑进洞内，路飞和哈姆就来到了这里。在洞内，路飞和乌索普、娜美相遇，巨型海胆索性将他们4个人都列入了追杀的目标里，疯狂地追着4人。4人尖叫着飞奔，终于跑了一圈之后来到死胡同。路飞勇猛地冲上去，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气球，阻挡住了巨型海胆，给伙伴们争取时间逃走。娜美和乌索普趁机逃掉，小屁孩哈姆却吓得双腿抖得不能自已，逃也不敢逃。路飞鼓励哈姆，你不是想伙伴吗？那就想想你能为伙伴做什么。哈姆鼓起勇气站起身，从海胆下面的缝隙里逃走了。另一边，索隆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将大龙虾干倒了。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，最后一下是我干的。索隆抬头一看，居然是山治。山治抽着烟，摆出一个很帅的造型，然后也没理索隆，就将蓝发妹妹扶起来，体贴地问他有没有受伤。娜美和乌索普误打误撞来到了藏着秘宝的房间。那只噬人的蝙蝠发出笑声，只要再打倒一只怪兽，他的身体就能恢复原貌。原来他就是那个被属下暗算的海盗头子，基于某种原因暂时变成了蝙蝠。娜美和乌索普直接奔着宝藏而去，蝙蝠急了，想要阻止二人。这时巨型海胆和路飞、哈姆也赶来了。此时海胆的刺已经被路飞徒手全部折断了，现在的巨型海胆就跟一个巨型的皮球一样。路飞也因为耗尽了体力晕了过去。
海胆死了，海盗头子复活过来，他用手里的枪打倒了娜美和乌索普，登上台阶，向着密宝走去。哈姆大叫一声，从地上跳了起来。即便眼前这个海贼已经变成了一具行走的骷髅，但是哈姆依然记得他的笑声。他就是那个袭击了镇子、放出怪兽的海贼头子。哈姆的妈妈也是因为他而死的。哈姆大叫着，用刀砍向海贼。海贼头子将哈姆抓住，让他看到了母亲是如何被杀死的影像。那是一群海贼用枪打死了哈姆的妈妈，将他推进了悬崖。哈姆愤怒了，他在心中默默祈祷妈妈能够赐给他力量，然后一刀刺向海贼头子。这时，哈姆身后的密宝突然放射出蓝色的光芒，哈姆的妈妈从光芒中浮现身影，哈姆和妈妈一起用刀刺向海贼头子。海贼头子想要反击，却发现自己已经动弹不得，他的手脚被路飞、娜美、乌索普紧紧抓住。哈姆想要召集伙伴来守护村子，现在我们就是他的伙伴。海盗头子最后一刻想起来曾经背叛自己的伙伴，哈姆居然有能够为他舍命的伙伴，但是自己的伙伴却只能背叛自己。海盗头子化作一滩碎骨，娜美去找密宝，发现石阶上什么也没有，气得大吼大叫。所以海肚脐的密宝到底是什么呢？最后，哈姆和蓝发妹妹看着离开海肚脐的路飞等人，露出了笑容。这些人都是海贼，不过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呢？